文殊菩萨曾揭示，念佛到达特定境界，会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，这些现象竟是通往修行最高境界三昧的关键信号，而这个秘密竟被尘封千年，无人知晓。在那灵山法会现场，一位身形清瘦、满脸风霜的老修行者缓缓走出人群，他双手合十，恭敬地向文殊菩萨行了一礼，声音略带颤抖地说道：“菩萨慈悲，弟子修行念佛已有数十载，每日诵经不辍，一心向佛。然而近些日子，弟子在念佛之时，常感觉身心出现种种异样，时而觉得身体轻盈如雨，时而又仿佛听到一些若有若无的声音。弟子心中惶恐，不知这些现象是修行的吉兆，还是误入了歧途，还望菩萨能为弟子解惑。”说罢，老修行者再次深深鞠躬，眼中满是期待。文殊菩萨微微颔首，目光扫过在场众人，温和地说道：“修行之路本就充满了未知与变数，种种境界纷至沓来，确实容易让人迷失方向。今日便为诸位详细剖析其中的奥秘，祝大家在修行之途上不偏不倚，稳步前行。”这时，普贤菩萨脚踏祥云，缓缓来到法会现场。他向文殊菩萨点头示意后，转身对众人说道：“我观世间众生，虽一心向佛者众多，然在念佛修行之路上，往往因不得要领，对其中的玄机一知半解，最终半途而废，实在令人惋惜。还请文殊师利菩萨为大家详细开示，让众生能明了修行的真谛。”文殊菩萨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念佛法门看似简单，只需口诵佛号，心向佛陀，实则蕴含着无尽的深意。当年佛陀在世时就曾提及，当念佛之人达到一定的境界，便会有特殊的征兆显现，这些征兆是修行道路上的标识，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，但同时也是对我们心性的考验。”观世音菩萨双手合十，轻声问道：“菩萨，这些征兆纷繁复杂，我们该如何分辨其真假呢？莫要让虚妄之相误导了修行之路。”文殊菩萨目光平静，缓缓说道：“且听我为大家讲述一个故事。在遥远的东土，有一位虔诚的居士，他一心向佛，20年如一日，每日精进念佛，从未有过懈怠。某一天，当他像往常一样虔诚念佛时，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他只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轻轻托起，有一种要离地飞起的感觉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台下一位年轻的修行者忍不住低声惊呼，脸上满是紧张与好奇，周围的人也纷纷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文殊菩萨继续说道：“起初，这位居士心中十分害怕，他以为这是魔障前来扰乱他的修行，于是他停下念佛，四处寻访名师，寻求解惑之道。后来，一位大德高僧告诉他，这其实是念佛达到一定境界的表现，是好事。但同时，高僧也告诫他，切不可因此而心生执着，否则便会偏离修行的正道。”大势至菩萨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还请菩萨详细说说这些境界的来龙去脉，让我们能有更清晰的认知。”文殊菩萨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念佛修行，恰似攀登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每向上攀登一步，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，经历不同的阶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人会感觉身体发热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体内流淌；有的人会觉得心中清凉，如同在炎炎夏日置身于清泉之畔；还有的人会看到光明，或明或暗，或大或小。这些都是修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现象。”一位年轻的修行者忍不住举手问道：“菩萨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？是该欢喜接受，还是该避之不及？”文殊菩萨目光温和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对待这些现象，既不可执着，也不必害怕，它们就如同我们驾车前行时路边的路标，
看到路标，我们便知道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但切不可因此而停下脚步，过度研究路标，从而耽误了前行的路程。然而文殊菩萨话锋一转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这些现象也并非全是真实的，其中亦有虚妄的幻象。世间不乏一些人，在练功修行之时，因心术不正，或是过于执着追求神通，从而产生幻觉，误以为自己已经成就了非凡的境界，实则早已走入了歧途。地藏王菩萨此时开口说道：我在地狱之中见过许多修行人，他们本有向佛之心，却因不懂得分辨这些境界的真伪，被虚妄之相所迷惑，最终耽误了自己的道业，实在令人痛心疾首。文殊菩萨微微点头说道：正因如此，今日我才要为大家详细讲解何为真实的三昧境界，何为虚妄的幻象。这关乎每一位修行人能否真正证得佛果，成就无上菩提。首先，大家要明白，真正的三昧境界并非是神通广大，也不是奇异的感应，而是一种内心极度清净的状态，就如同那平静的湖面，没有一丝波澜，湖水清澈见底，能映照出世间万物的本真。修行人的心亦当如此，当心中的妄念如同尘埃一般渐渐沉淀，那真实的境界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。文殊菩萨稍作停顿，目光扫过众人，继续说道：修行的道理其实就如同种花一般，种子种下之后会经历发芽、生长、开花等诸多阶段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。然而并非所有的变化都代表着花朵健康成长，有些变化可能是因为外界环境的影响，或是自身养护不当，导致花朵出现了问题。修行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，就盲目地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曾见过一位修行者，他每日精进念佛，每天坚持6个时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宁静。这种宁静并非是刻意营造出来的，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。在这种宁静之中，他甚至能听到平常听不到的细微声音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清晰、敏锐。众人听到这里，纷纷露出好奇的神色。一位修行者忍不住问道：菩萨，这是好的征兆吗？是不是意味着他的修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？文殊菩萨微微一笑说道：这要分情况来看，如果这种宁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，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，也没有因为这种宁静而心生傲慢或是执着，那么这确实是修行进步的表现。但如果他刻意去追求这种宁静，追求听到更多、更奇异的声音，那么这种追求反而会成为他修行路上的障碍，让他无法真正达到更高的境界。观世音菩萨说道：请文殊师利菩萨再详细说说其中的关键之处，让我们能更好地领悟。文殊菩萨说道：好，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。有一位修行人在念佛的时候，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热，他对这种感觉十分欢喜，认为这是自己念佛功夫到家的表现。于是他越来越执着于这种身体发热的感觉，每次念佛的时候都在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否发热，发热的程度是否更强烈。结果他的心思完全被这种感觉占据，念佛反而不能专注了，修行也因此停滞不前。而另一位修行人在念佛的过程中看到了种种光明，这些光明或明或暗，或闪烁不定，或如长虹贯日，但他并没有因为看到这些光明而欣喜若狂，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、更绚丽的光明，他只是继续专心的念佛，将这些光明视为修行过程中的一种现象，不排斥也不执着。最终他通过持续不断的精进修行，真正达到了深妙的境界。地藏王菩萨感慨道：是啊，我在地府之中见过太多的修行人，因为执着于神通感应，追求那些虚幻的境界，最终误入歧途，实在是可惜。文殊菩萨继续开示道：念佛修行
要明白几个至关重要的道理。其一，心要专注，但不可执着。就如同我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，要专注于前方的道路，手握方向盘，保持车辆的平稳前行。但如果过于紧张，死死地握住方向盘，或是眼睛只盯着一处，那么反而容易出现危险。修行也是如此，我们要专注于念佛，将心念集中在佛号之上，但不能过于执着于念佛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。其二，当境界来临之时，无论是好的境界还是坏的境界，我们都要保持如不动的心态。好的境界，比如看到光明，感受到身体的轻安，我们不要因此而心生欢喜，得意忘形。坏的境界，比如遇到魔障干扰，心生烦恼，我们也不要因此而恐惧、沮丧。要知道，这些境界都如同过眼云烟，转瞬即逝。我们只有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不为所动，才能在修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其三，要懂得分辨真假。真正的境界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清净自在，烦恼减少，智慧增长；而虚假的境界则会让我们心生贪念、执着，陷入无尽的烦恼与痛苦之中。我们要学会用智慧去辨别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。其四，千万不要追求神通感应。真正的修行成就在于我们内心的清净与觉悟，在于我们对佛法的领悟与践行。神通感应只不过是修行过程中的附属品，并非修行的根本。如果我们本末倒置，一味地追求神通感应，那么最终只会离佛法的真谛越来越远。这时，一位老修行者上前说道：菩萨，我在念佛的时候，常常感觉身心轻安，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，但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正确，是不是应该继续保持？文殊菩萨微笑着说道：身心轻安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你的修行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。但同样，不要执着于这种轻安的感觉，就如同我们走路的时候，脚步轻快，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。如果我们刻意去追求脚步轻快，每走一步都在想着自己的脚步是否够轻，那么反而会走得很不自然，甚至可能会摔倒。修行也是如此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顺其自然，才能更好的前行。普贤菩萨问道：请问菩萨，除了这些之外，在念佛修行的过程中，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？文殊菩萨说道：念佛修行最重要的是信、愿、行三资粮。信就是要对佛法深信不疑，相信佛陀的教诲，相信通过修行可以获得解脱。愿就是要发广大的誓愿，愿度一切众生，愿断一切烦恼，愿学一切佛法，愿证一切佛果。行就是要切实地付诸行动，按照佛陀的教导精进修行，持戒、念佛、诵经、禅定，缺一不可。然而有些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只重视感应，忽视了真正的修行。他们四处寻找所谓的灵验之事，追求那些奇异的体验，却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去修行。这就如同一个人只看着路边的路标，却不肯迈出脚步向前走，最终永远也无法到达目的地。大势至菩萨说道：确实如此，我见过很多修行人，一开始的时候信心十足，修行也十分精进，但当他们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，就开始心生疑惑，停滞不前，甚至有些人因此而放弃了修行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文殊菩萨说道：这就涉及到修行的次第问题了。修行就如同登山，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的向上攀登，不能好高骛远，一开始就想着一步登天。有些人刚开始念佛就想求神通，想立刻见到佛菩萨，这就如同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就想参加马拉松比赛一样，是不切实际的。真正的修行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，首先要把念佛的姿势做好，让身体保持端正舒适，这样才能让心念更加容易集中。其次要把呼吸调匀，通过呼吸的调节，
让身心更加放松、平静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要把心安住在佛号之上，念念相续，不令间断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逐渐进入念佛的佳境，体会到佛法的无穷妙处。文殊菩萨的声音突然变得庄重而深沉，是几种特别的征兆。这些征兆一旦出现，就说明行者已经触及到了修行的关键之处。尤其是最后一种征兆，一旦出现，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们想知道这些殊胜的征兆究竟是什么吗？此言一出，全场顿时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目光紧紧地盯着文殊菩萨，眼中满是对那神秘征兆的渴盼。整个法会现场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，唯有微风轻轻拂过，吹动着众人的衣衫。文殊菩萨目光缓缓扫过全场，那目光仿佛能洞悉每个人的内心。良久，他终于开口说道：这第一种征兆，当行者入于三昧之时，周身会泛起一层柔和暖煦之光，此光非世间凡火可比，它不耀眼，不炽热，宛如春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轻柔地包裹着修行者的身躯。这光并非向外发散炫耀，而是由修行者的内心深处自然溢出，仿佛修行者的心已经化作了一轮温暖的太阳，将周身的尘埃与杂念一一净化驱散。一位年轻的修行者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在心中暗自想象那奇妙的画面。他刚一凝神，便觉心头似有一道微光一闪而过，他瞬间紧张起来，心脏砰砰直跳，又不敢确定这是否便是菩萨所言的征兆。他偷偷地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发现大家都沉浸在文殊菩萨的开示之中，于是他强抑着内心的激动，继续竖起耳朵聆听。第二种征兆，文殊菩萨稍作停顿，目光中透露出深邃的智慧。在三昧境界中，修行者会听闻一种极为特殊的梵音，这梵音并非来自外界的乐器演奏，也不是他人的歌唱之声，而是自修行者的心深处响起。它宛如一首古老而神秘的乐章，超脱了世间一切曲调的束缚，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，能直抵灵魂的最深处，抚平内心的一切波澜，让修行者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宁与祥和之中。此时，法会中有人轻轻地闭上了双眼，试图捕捉那神秘梵音的一丝痕迹。他们眉头微皱，脸上满是专注与虔诚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与那即将响起的梵音。而这第三种征兆，也是最为殊胜，一旦出现便必定往生的征兆。文殊菩萨的声音愈发凝重，全场气氛也随之紧绷到了极点，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。当修行者达到深妙三昧时，会看到一朵金色莲花缓缓在眼前浮现。这莲花并非虚幻之象，它晶莹剔透，每一片花瓣都闪烁着璀璨的金光，花蕊之中散发着无尽的祥和与慈悲之力。此莲花会将修行者轻柔托起，带着他穿越重重虚空，直往西方极乐世界而去。众人听得如痴如醉，仿佛那朵金色莲花已然在眼前盛开，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激动与向往的光芒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原本一直沉默不语的修行者突然发出一声惊呼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他周身竟真的泛起了那柔和之光。与此同时，一阵若有若无的梵音似乎也在空气中袅袅飘荡。众人先是惊愕，随后纷纷露出欣喜之色，以为见证了奇迹的发生。他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对这位修行者投去羡慕的目光。然而文殊菩萨却微微摇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悲悯，莫要被表象所迷惑。这位修行者虽现此相，却并非真正入了三昧，他心中一直执着于对这些征兆的渴求，今日不过是因强烈的心理暗示激发了自身的幻觉罢了。真正的三昧境界绝非刻意求来，而是在日复一日心无旁骛的修行中自然而然达成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
刚刚涌起的激动瞬间化为深深的思索。那位修行者满脸羞愧，缓缓跪地，向文殊菩萨忏悔自己的执着。菩萨慈悲，弟子愚钝，一心求道，却误入歧途，还望菩萨原谅弟子的过错。文殊菩萨语重心长地说，修行之路犹如在迷雾中前行，处处皆有幻象与诱惑，唯有坚守信愿行，心无旁骛，不被外界所扰，不被内心的贪嗔痴所困，方能破除迷雾，抵达真正的光明彼岸。切不可因一时的幻象而迷失方向，错失了修行的真谛。言罢，文殊菩萨周身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那光芒如同一轮太阳，照亮了整个灵山法会。众人在这光芒中纷纷感受到了内心的宁静与觉醒，那层层迷雾似乎也在这光芒中渐渐消散。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发誓，要将文殊菩萨的教诲铭记于心，在修行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，不为幻象所动，只为证得那无上的佛果，度尽世间一切众生。